乌军 ATACMS 导弹摧毁布良斯克俄军弹药库，俄指挥官捏造战报，导致2支俄军突击队被困。乌军抓获4名特种，并计划用导弹摧毁科什大桥。5万乌克兰新兵在英国培训完毕。欧盟成立新中情局。美印太司令警告要及时补充弹药库库存。俄罗斯大量建造移动防空避难所。敌意最新动态，美停火协议新进展。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火力军保证绝对没有和泽连斯基通电话。乌军 ATACMS 导弹打击俄军火库，肯定是乌军指挥部偷偷关注了火力军频道。综合基辅独立报、战争研究所等媒体报道，11月19日，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卡拉切夫市附近的第1046后勤中心的军火库。据悉，该军火库距离乌克兰边境115公里，正好处于 ATACMS 导弹的300公里射程内，而且这也是该军火库2个月内遭遇的第2次袭击。第一次是在10月9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至少2个主要弹药仓库被摧毁。如今这里再次遇袭，虽然暂未披露，但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显示，此次袭击造成当地发生12次二次爆炸和1次直接爆炸。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也证实了此轮袭击，并表示俄军第1046后勤中心军火库内存放着包括朝鲜弹药在内的各式制导滑翔炸弹、防空炸弹以及 MLS 弹药。反过来，俄国防部则声称其防空部队击落了5枚来袭的 ATACMS 导弹，并损坏了1枚 ATACMS 导弹。他们一如既往地声称军火库爆炸和大火是导弹碎片导致，并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破坏。但不管怎样，乌克兰的行动速度实在惊艳到火力军了。昨天刚预测完，今天就行动，而且也跳出了 ATACMS 导弹只针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说法。乌克兰正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火力军也相信斯卡普 1G 和风暴阴影导弹也会很快出现在俄罗斯领土上。此外，另一个惹人注意的是，11月19日，普京刚批准了俄罗斯核威慑政策的最新原则。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修订后的内容概述了可以证明核打击合理的情景，其内可能就包括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的支持下对俄罗斯联邦及其盟友的侵略和大规模非核攻击，如使用无人机进行的攻击等。而乌军19日的当天袭击无疑打了俄罗斯一记响亮的耳光。本来按照俄罗斯这个新核原则是该出手的，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在第一时间否认了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俄本土的事实。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莫斯科还没有关于欧美导弹在布良斯克地区使用的可靠数据，因此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任何猜测都是不恰当的。那么问题来了，佩斯科夫和俄国防部的说法明显相反，究竟是佩斯科夫在说谎，还是俄国防部在虚报战果呢？前线方向，俄指挥官捏造战报，乌克兰抓获4名特工。库尔斯克方向，由于俄军指挥官捏造战报，谎称俄第810旅成功夺回了波格雷布基、奥尔洛夫卡、老索罗西纳、新索罗西纳村庄的控制权，并攻入小洛可尼亚郊区，结果导致俄军的2支突击小组约100名俄军士兵被围困在乌军设下的陷阱中，至今仍未被俄军主力解救出来。而且这100名俄军士兵由于长期没有补给，已失去突围可能，成为了引诱俄军的鱼饵。此外，据11月19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夏克林和奥尔戈夫的森林地带，乌军正在对俄军阵地发起攻势，目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乌克兰驻苏甲指挥官办公室发言人11月19日报告称，俄军改变了在库尔斯克的战术，开始在夜间不间断地发起小规模攻势。哈尔科夫方向11月19日，据最新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已经推进到赫利伯克市区和西南方向的森林地区。过程中，一名乌克兰营长报告称，俄军正不计代价阻止乌军进攻。他举例表示，俄军正在试图夺取200米的地形时，就伤亡了139人。此外，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安全局还在哈尔科夫地区逮捕了4名为俄罗斯提供情报的特工。报道称，逮捕发生时，这4名特工正计划展开新的袭击活动，接下来他们将被送往军事法庭。库比扬斯克方向，其东部的工业区成为乌俄双方交战的主要场地。据 X 平台视频显示，俄军在该地区首次使用了新型 OFZAB500 破片燃烧制导滑翔炸弹，袭击了乌军防御阵地。
乌克兰方面指控这是俄罗斯进行的又一种反人类罪行，对士兵构成极大威胁。战争研究所还援引乌军指挥官的话表示，俄军指挥部最初的命令是要求俄军在11月1日前进入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维伊，并在奥斯基尔河东岸建立永久阵地。但截至目前，俄军在克鲁格利亚基夫卡和科皮斯尼基夫卡存在有限，尚未建立起持久的阵地。因此，俄军已被迫将命令期限延长至2025年1月1日。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克兰空军使用 GBU-62制导炸弹，精准摧毁了俄军前线、弹药库和基地。11月19日，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正从东部向市区发起攻势，战场十分激烈，尚未有确切消息传输。托列茨克方向作战的乌军旅报告称，他们在一次突袭中占领了托列茨克一个未指明的地区，并俘虏了一批俄军，目前正朝着俄军在东南部扎巴尔卡米克罗耶恩区阵地推进。红军村方向，11月19日，乌克兰向克拉斯尼亚尔西部发起了反击，战斗仍在进行中。在诺和罗迪夫卡，乌军清理了该地防空洞附近的俄军。库拉霍沃方向，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正在松茨维卡市中北部地区抵挡俄军进攻，同时俄军动用无人机、火炮开始了对库拉霍沃市区的轰炸，情况不容乐观。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彼得罗·安德留申科报告称，俄军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弹药卡车从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战线运往沃尔诺瓦哈，以支持俄军在库拉霍沃方向的进攻行动，其中还包括了俄军臭名昭著的风暴威惩戒突击分队。在顿涅茨克扎波罗尔州边境地区，11月19日，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加大了在辛达里夫卡和里皮诺波尔的进攻，以支持俄军在弗勒达方向的攻势。与此同时，在扎波罗尔前线，乌军使用海马斯导弹摧毁了距离前线20公里的一个俄军阵地，具体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在克里米亚，乌军阿斯特游击队报告称，俄军最近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部署了铠甲 S1 防空系统。乌军表示，这是俄罗斯在为黑海舰队重返黑海做准备，其用于训练的基地、后勤仓库、机场等地均重新安装了防空系统。不过，据全球防务公司11月19日报道称，在美国允许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后，乌克兰正计划摧毁克什大桥和其他重要目标。此外，英国情报机构确认了乌军在11月6日袭击俄罗斯敌海舰队的战果。报道称，确认击毁了2艘俄罗斯猎豹级护卫舰达达斯坦号和达吉斯坦号，以及损坏了1艘较小的普扬级护卫舰。据基辅独立报报道，11月19日，英国国防部宣布，自2022年6月以来，作为 Interflex 行动的一部分，已有5万名乌军士兵在英国完成了培训。据悉，英国主导的 Interflex 行动还得到了其他10个同盟国家的支持，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立陶宛、荷兰和澳大利亚，旨在为乌克兰新兵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此外，据英国政府网站11月19日报道，多个无人机联盟国家宣布将额外提供3000万美元为乌克兰送去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其中英国捐助950万美元，德国捐助1270万美元，加拿大和卢森堡各捐助380万美元。报道称，无人机联盟由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领导，于2024年2月17日启动，旨在加强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截至目前，联盟筹备的总资金已超过8500万美元。当然，乌克兰也在努力扩大国内生产，目标是年产100万架无人机。丹麦方面，其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于11月19日突然访问基辅，并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丹麦将拨款1.3亿欧元用于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发展。而丹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个提出通过直接从乌克兰国防工业购买武器并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国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国防工业已经根据这种融资模式从合作伙伴那里吸引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乌克兰应该开放国防工业，与合作伙伴充分合作，从而实现国防预算与国内武器生产能力的匹配。美国方面，11月19日，美联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宣布一项价值约2.75亿美元的援乌计划。报道称，新的援助计划将包括海马斯弹药、各型号炮弹、标枪防空导弹以及各种配件和设备等。值得注意的是，11月19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外长在波兰华沙参加欧洲部长会议后，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表示，如果美国在特朗普新政府领导下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充足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根据媒体报道，欧盟提议成立一个功能齐全的情报机构，使其对标于美国的中情局，旨在满足欧盟整体上的政策规划和战略决策需求，从而帮助成员国有效应对各种威胁。此外，欧盟还表示，该机构一旦正式成立，总部将设在布鲁塞尔。除信息搜集、分析、研判外，还将增加反间谍工作，进一步完善欧盟情报领域工作。针对这一提议，欧盟各成员国意见不一，其中法德两国当前都面临执政压力，对组建新情报机构的热情不高，而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不过，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人员表示，要想统一情报收集和共享信息，需要克服欧盟各成员国间在政策、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的差异性。至于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则持中立态度。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7日，北约多国在芬兰举行了炮兵实弹射击演习。据悉，这是自芬兰去年加入北约以来，北约首次在芬兰境内举行大规模炮兵演习。同时，此次演习也是北约动态前线25演习的一部分，共有来自美国、芬兰、瑞典、英国、法国等多个北约成员国的3600名士兵参加。演习地点在芬兰拉普兰地区的罗瓦耶米训练区，该地有着欧洲最大军事训练场之称，北约军团可在此进行多方位的野战炮兵战术交火，同时还能够训练士兵应对北极地区的严峻条件和多变地形。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由于欧洲各地正在遭受一系列莫名的破坏行动，例如此前的各种网络攻击、飞机运输的包裹突然爆炸、通信电缆被破坏等，再加上这些破坏行动的矛头直指俄罗斯，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已于11月19日对外宣称，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在欧洲的破坏性活动，波兰将关闭其在国内的所有俄罗斯领事馆。11月1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警告称，乌俄战争和中东战争正不断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尤其是在大量援助爱国者导弹、空空导弹后，库存被消耗的影响正在加剧。他表示，美国应该及时补充弹药库存，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武器库深度，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新冲突做准备。据统计，在援助乌克兰上，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04亿美元的军援，包括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导弹、40多套海马斯系统及其弹药、NASAMS 防空系统以及 ATACMS 导弹。在援助以色列上，美国也在定期运送防空弹药。如上个月，美国向以色列部署了萨德系统，并派出了约100名美军来操作。此外，在保卫红海航运时，美军也消耗了各种地对空、空对空弹药，包括 SM-2、SM-3 和 SM-6 舰空拦截弹，以及 AM-9X 和 AM-120 空空导弹等。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批量建造移动式防空避难所 QBM。从外观上看， QBM 像是一个加固的集装箱，但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研究所表示， QBM 避难所是一种多功能结构，可以提供48小时的保护，可保护人们免受多种人为威胁和其他自然灾害。这些威胁包括常规武器的爆炸和弹片，从建筑物上掉落的碎片、危险化学品、火灾以及核爆带来的冲击波和辐射等。据悉，最基础的 QBM 避难所由2个模组组成，即一个可容纳54人的房间和一个技术区，而若是有其他需要，则可添加其他相应模组。而且该避难所可以很容易的用卡车运输并连接供水系统，还可以部署在俄罗斯北部广阔的9冻土地带。该研究所表示，这将是改善俄罗斯公民安全的重要一步。而该研究所所宣布的时间点，正好卡在了美国解除乌军武器使用限制和俄罗斯更新核政策上，这真的很难不让人多想。根据路透社报道，目前黎巴嫩、真主党都已经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停火草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态度依然强硬，称为防止真主党重新集结武装，即便已达成停火协议，以军仍将保留对真主党的打击能力。对此，美国特使霍克斯坦于11月19日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停火协议的进一步会谈。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敌以停火谈判出现新进展，但双方近日仍未停止攻击行动。11月19日，以军第7装甲旅和第35伞兵旅在西亚姆开展行动。据以军表示，西亚姆是真主党的主要据点，它能够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特什姆纳。以军在此地的行动旨在摧毁真主党远程武器的发射装置。以军第91师则扩大了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清理行动。
该师旗下的第769旅在该地区发现了几处真主党武器库，并摧毁了真主党此处的隧道网络。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向其透露，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器库中还发现了大量俄罗斯武器，例如短号反坦克导弹等。根据武器上的标记显示，这些武器是从叙利亚运到黎巴嫩。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于11月18日警告土耳其不要接待哈马斯领导层。同时，米勒还进一步表示，美国不希望土耳其继续与哈马斯进行正常来往。此前有报道称，哈马斯领导层已从卡塔尔前往土耳其。随后，土耳其外交人员对此进行了回应，指出报道并不完全属实。哈马斯领导层的确会不定期访问土耳其，但并未完全前往土耳其。哈马斯方面也出言反驳了相关报道，并称这是以色列散布的谣言。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11月19日亲自前往加沙进行视察，并表示要让哈马斯彻底失去治理能力。同时，对于被扣押人员一事，他也提出了新方案，每协助一名被扣押人员返回以色列，就能获得500万美元的赏金。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于11月19日对外宣称，已与韩国签署一份军事协议，将为其升级 F-15K 战机，提供96套 ADCP-2 任务系统计算机、70套 AN/APG-82V1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AN/ALQ-250 英式主被动生存警告系统、70套通用导弹预警系统以及联合头盔瞄准系统等多项配套，总价值约62亿美元。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诺格公司已向美军交付了首枚防区内攻击武器导弹。该导弹基由 AGM-88G 导弹改进而成，是美国目前专为 F-35系列战机研发的新武器。其总长 4.06 米，直径 0.292 米，发射重量467公斤，速度应该可以达到3马赫，射程应有300公里。在结构上，该导弹两侧有加厚的平面，可以产生升力并取代传统的机翼。尾部有 X 型方向舵，可节省装载空间。导弹内部超过一半的空间都装填着新型固体燃料与引擎。在设备上，导弹前部巡标段采用模块化设计，配备有新一代卫星与惯性导航系统，终端主动毫米波雷达巡标器，可打击敌方防空雷达、反辐射导弹等主要目标，也能有效打击其他高价值、高机动性的移动式导弹发射器、指挥管制车、GPS 干扰系统与反卫星系统等地面目标。按照美军接下来的计划，将由 F-35A 战机执行 SIAW 导弹的挂载和投放测试，验证其与战机的整合成效。若性能符合预期，预计很快就会对其实施量产，并计划在2026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做准备。2028年采购量达到400枚，至于未来的总采购量可能会达到3000枚。此外，美空军还计划利用其优异的模块化架构设计，将之与第6代战机、B-21轰炸机，甚至是先进无人机进行整合，从而进一步提升美军的空中打击能力。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德士隆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的武器系统，代号为 XM204。它由发射箱、4枚特制弹药与一组天线构成，用于埋藏在敌方装甲车可能通过的路径，其可在1000米内探测到敌方车辆震波、声波，并在目标逼近50米内将弹药发射至90米上空并引爆。弹药爆炸后会形成尖锐物体，能够击穿装甲车顶端，因此其又名为飞天地雷。目前美军已在油马试验场对其进行了实测，证实其可有效击伤 T-72坦克。另据德士隆公司的说法，一套 XM204 仅重约38公斤，只需2名士兵就能徒手携带，同时其还具备易操作、自毁机制等特点。因此，美国陆军已投入3.54亿美元为美国驻欧陆军单位进行了相关采购，预计明年起交付。根据媒体报道，法国海军已接收梭鱼级核潜艇的3号舰，其代号为图尔维尔号。据悉，在法国海军接收前，图尔维尔号已在瑟堡、布雷斯特、洛里昂等附近海域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海测，充分验证了舰上设备和战斗系统的可靠性。后续法国海军将继续对其进行军用特型验证，以确保该核潜艇在正式入役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程序验证。此外，据法国海军集团表示，有鉴于前2艘梭鱼级核潜艇的造舰经验，后续同级舰艇的建造工期将大幅缩短，预计4号舰将于明年春季下水，5号舰和6号舰也已陆续开展建造作业。待该级舰队成型，将全面取代现役的红宝石级潜艇，